各位朋友，请你先停下来，听我说一句话。现在请你伸出你的手，不论你此时此刻在哪里，是坐着是站着，请你把手伸出来。男生请伸出左手，女生请伸出右手，手掌朝向上方，不要让手指绷紧，自然的并拢。好，现在你低头看一下你的小指，就是这根躲在手掌最旁边最不起眼的手指。你别看它细细小小，平常好像也没什么大用场。如果你心里是这么想的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大错特错。老祖宗观人几千年流传下来一句话，看人先看手，脸可以化妆，嘴可以说谎，但你这双手从出生那天就定在那里了，一笔一划都是老天爷亲手刻的。在所有手相里，小指是最好被忽略的，但相书说得清楚，这个地方管的恰恰是你50岁以后的命。你的晚年是儿孙绕膝，还是孤苦伶仃，是身体硬朗，还是病榻缠身，全都藏在这里。今天我就把这根小指藏的秘密从头到尾教给大家。好，手都伸出来了。我们先说规矩，看小指不能乱看，有讲究，5根手指自然并拢，不要使劲伸直，轻轻靠在一起就行。老祖宗说，看相看的是天然，你一紧张一用力，绷得太紧，看出来东西就不准了。手放好了，我们来量长度。你看看你的无名指，它有3个关节，最上面那一节和中间那一节交界的地方有一条横纹，我们管它叫3关。你的小指指尖刚好齐平这条3关横纹，多不少，这就是标准长度。如果指尖连3关横纹都碰不到，那叫小指过不了3关，属于偏短。如果指尖超过了这条横纹，甚至往无名指指尖靠近，那叫偏长。还有第3种，不管长短，小指本身长得歪歪斜斜，这叫歪曲的小指。最后一颗，不看整体长短，而是看小指的3节指骨，每一节的长短比例不同，藏着不一样的性格密码。今天我们要讲5种形态。第一是歪曲的小指，第2是小指偏短，第3是小指过长，第4是标准长度，第5是3节指骨。你现在看清楚自己的小指了吗？记住你的答案。我们从第1种开始，歪曲的小指。这种手相背后藏着一个关于因果和子女的大秘密，很多父母一辈子都没有想通，白白受了几十年的。我这里有一个真实案例，发生在几年前。有一次讲座结束后，我在后台整理文件，突然听到外面一阵骚动，一个女人哭着喊着说要见我，工作人员拦着她说后台不能进。我听到了，说没关系，让她进来吧。进来的是位60多岁的单亲妈妈，大家都叫她林阿姨。她一路进门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，泪流满面，神情激动。我赶紧把她扶起来，请她坐下，说你先别急，慢慢讲。原来林阿姨的老公去得早，一个人把儿子阿宝拉扯大，他没有爸爸，觉得孩子可怜，从小百般溺爱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摔了。他以为这叫爱，结果把一个孩子养成了废人。阿宝游手好闲，钱花光了就回家找他要。后来学人家去地下赌场，一开始赢了点小钱，整个人就飘了。再后来输多赢少，窟窿越来越大。我一边听边看他的手满长老茧，骨节粗大，每一道皱纹里都是几十年的辛苦。但最让我心里一沉的是，他那根小指严重向外歪斜，指尖几乎要往后仰过去了。他还没把话说完，我心里大概已经看到他的命运走向了。林阿姨天生好强，自尊心极重，
日子过得再紧，在街坊面前永远笑得最灿烂。他深信一句话：家穷志不穷，这是做人的美德。每天跟街坊说笑打招呼，在所有人眼里，他是个苦命但要强的好母亲。那天，他如常去菜市场买菜，正在鱼摊前挑鱼，突然听到身后一阵嘈杂。他转过身，看到2个年轻小混混架着一个人往这边走过来。那个人鼻青脸肿，嘴角还有血迹，走路一拐一拐的。仔细一看，是阿宝。林阿姨脑子里嗡的一声响，小混混把阿宝往他面前推，扯开嗓子在整个菜市场大喊：这是你妈吧？欠了钱不还，躲什么躲？阿姨，你儿子借钱不还，我们找上门3次了，他每次都很能跑，你自己看看你养的是什么狗东西。那个声音整条菜市场都听到了，摊贩停下来了，买菜的邻居停下来了，所有人的眼睛都往这里看。阿宝低着头站在那里，句话都不说。林阿姨站在人群中间，脸上一片通红。几十年的街坊邻居，几十年的脸面就在这一刻睡在菜市场的水泥地上。小混混撂下一句话：3天拿钱来，要不然你懂得。拍拍手扬长而去。四周静了，林阿姨感觉所有人的眼神都像针一样扎过来，她挤出一个笑说：没事没事，小孩子的事你们忙你们的。她拉起阿宝的手，低着头快步往外走，走到巷子口，转角处没有人了，她靠着那堵墙慢慢滑下去，坐在地上。这个女人几十年无论多苦，在外人面前从来没有掉过滴眼泪，但就在这个没有人看到的巷子口，那口撑了几十年的气断了。她趴在膝盖上，哭得全身发抖，哭声闷在衣袖里，连哭都不敢让人听到。她把阿宝带回家，关上门问你到底欠了多少。阿宝沉默了很久，挤出一个数字：800万台币。林阿姨整个人僵在那里，她一辈子省吃俭用，洗头剪发，摆摊卖菜，什么苦活累活都做过，几十年的积蓄加上那栋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，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就是这个数字。闭上眼睛说：好，我来想办法。积蓄全拿出来，不够房子挂出去卖。卖房子那天，她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站了很久，看着墙上老公的遗照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钱还进去了，她以为这样就结束了。但不到2个月，阿宝又偷偷去赌了。林阿姨已经没有房子了，搬进小租屋，靠养老金过活。阿宝又跑回来，又跪下又哭说：妈，这是最后一次，您不救我，他们要打死我。他心一软，又把养老金和棺材本全填进去了。我听完看着他说：林阿姨，你以为你在救他，你是在害他。林阿姨哭着说：可是老师，万一他真的被打死了怎么办？我严肃地看着他说：人的命天注定，他要是把自己搞死了，那是他自己的命数，但你再把老本填进去，你们母子最后只能一起去当乞丐。你说这叫什么母爱？从今天起，切断一切经济援助，不管他哭，不管他闹，一毛不给，让他自己去面对，让他自己去还。林阿姨浑身发抖，就这样走了。过了2年，她提着一篮子鸡蛋又来找我，人还是苍老，头发白了更多，但眼神不一样了，那种被压垮的重量少了一些。她说当年咬着牙把儿子赶出了家门，阿宝在门外骂了好几天，骂他狠毒，骂他不是人。他躲在房间里，用棉被蒙着头哭了整整3天，但他没有开门。后来债主逼紧了阿宝，他跑到偏远山区的铁工厂干苦力还债，
一干就是2年，重活累活全做了，吃尽了这辈子没吃过的苦，但老天爷没有亏待他。铁工厂老板看他肯吃苦，主动帮他把剩下的债务先垫清了，包吃包住，让他慢慢从工资里扣还。阿宝这辈子第一次遇到一个不是妈妈的人，愿意拉他一把，然后奇迹发生了，毒瘾戒掉了，人也清醒了。各位朋友，你们记住，小指歪曲的人心最软，别人一哭就心疼，别人一求就妥协，面对儿女更是毫无防线，心一软就会失去理智。你以为这是爱，其实是亲手帮他把业障越积越深。所以小指歪曲的朋友，守住自己的底线，你的积蓄，你的晚年是你最后的底气，不能拱手送人。正如佛经所言，每日存善心，说善话，行善事，得能补命，子女的业力也会跟着化解。接下来说小指偏短，很多人听到小指过不了3关，心里就凉了半截，心想完蛋了，是不是短命的预兆？你先别急，听我说完。这种人藏着一个秘密，藏了一辈子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我认识一个修车师傅叫老李，50多岁，他的左手很有特征，那根小指又粗又短，离3关差了老远。老李的老婆跟了他一辈子，也抱怨了一辈子。他常跟我说，你看别人家老公逢年过节买朵花，嘴巴甜的跟抹了蜜一样，一口一个老婆辛苦了。我家这个老头儿结婚30年，连句我爱都没说过。有一次我过生日，暗示他买个礼物，结果他晚上回来给我提回来2桶打折的沙拉油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在修车厂里，老李也是最受气的那个，不会拍马屁，不会哄老板，技术是全场最好的，但功劳永远是别人的，黑锅永远是自己。直到有一天出了一件大事，厂里接了一辆豪车的保养，最后经手的是老李。车子开走没多久，高速公路上出了事故，刹车失灵，车毁人伤。伤者家属报了警，矛头直指修车厂。老板第一时间把老李推了出去，警察来了，律师来了，伤者家属来了，全部围着老李问。老李站在那里，嘴巴张了又张，说了几句，越说越乱，越说越像在狡辩，最后什么都没解释清楚。案子送进了检察署，过失伤害罪最严重，可以坐3年牢。老婆在警察局门口跪下来哭，说老李，你倒是说话啊，你倒是解释啊，你为什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？老李站在那里看着老婆哭，一句话都没有。回到家，老李沉默了一整晚。第二天他起床吃饭，然后拿起工具包去上班了。老婆以为他疯了，同事以为他认命了，老板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。没有人知道老李在做什么。3个月后，案子开庭，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样东西，老李工具箱最底层压着一本破旧的小本子，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字。每一辆进厂的车，老李都记每一个零件的状况，记每一个隐患，记告知客户的日期，记客户的签名。那辆豪车在事故发生3个月前，老李就在本子上写着刹车来令片严重磨损，建议立即更换，以口头告知车主。车主表示暂不维修，旁边有车主亲笔签名。就这一行字，把所有的责任全部说清楚了。检察署起诉，案件撤销。老板在厂里当众向老李道歉，老李站在那里低着头说，没事了就好。那天晚上回到家，老婆问他，你当时为什么不解释不争，不找人帮你说话？老李坐在椅子上想了很久才说，我嘴笨，说不清楚，但我做过的事本质上都写着，
我没做的事本子上也查得到。老婆听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走进厨房，给老李热了一碗饭。那是他们2个人3个月来第一次好好坐在一起吃饭。我站在厂房门口，看着这个故事的结局，突然想起《论语》里那句话：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。原来孔子几千年前说的就是眼前这个人。老子说上善若水，水不说话，但它能穿石。老李这种人就是水的性格，不声不响，但力量最持久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小指短的人可能年轻时候让你失望，但老了，他是最后一个还站在你身边的人。从中医的角度来说，小指是肾经的反射区。小指短的人先天肾气相对不足，体力精力比一般人要差一些。年轻时候这是劣势，老了反而是福气，因为精力有限，没有那个心思去搞外遇，去花天酒地。晚年老老实实守在家里，跟老伴相伴到老，这种人财运也是稳扎稳打，贪不赌不冒险，细水长流，反而最后走得最稳。接下来说小指过长，你可能觉得小指长是好事，聪明有才华，财运强。先别高兴太早，我见过太多小指过长的人，年轻时候呼风唤雨，老了却是最孤独的那一个。为什么？听我说完你就明白了。你伸出手看看自己的小指指尖有没有超过无名指的3关横纹，如果超过了，先别急着高兴，我见过太多这种人。年轻时候是全场最闪亮的那一个，聪明能说，八面玲珑，谁见了都喜欢。但同样是这种人，老了之后往往活得最孤独。为什么聪明反而成了一把伤自己的刀？这个答案藏在一个姓王的老板身上。王老板这个人脑子转得比陀螺还快，那根小指又长又直，远远超过了无名指的横纹。你要是看他在商场上谈生意，那简直是一场艺术表演。酒桌上，他能把上到80岁的老前辈，下到20出头的小助理，全都照顾得服服帖帖。别人喝得东倒西歪，他依然西装笔挺，面带微笑，一边跟你称兄道弟，一边在心里把利润算到了小数点后2位。这种人的商业敏锐度是顶尖的。但我认识王老板很多年，我一直在等一件事发生，因为我看过太多这种手相的人，他们年轻时候是全场最闪亮的那一个，但老了往往活得最孤独。那件事终于还是发生了。王老板有一个得力助手叫小陈，小陈是王老板10几年前从底层亲手提拔起来的。那时候小陈刚进公司，什么都不懂，就是一双眼睛亮得让人喜欢，看王老板的眼神里全是崇拜。王老板喜欢这种人，手把手教他做生意，教他谈判，教他看人。公司最核心的客户资源和财务，王老板都交给小陈管。他身边的人问他，你就怕小陈有一天翻脸？王老板笑了，说我把他的利益和公司绑在一起了，他的股份，他的薪水，他的地位全靠我，他往哪里跑？这就是王老板的逻辑，不是信任，是算计。他以为他算清楚，但有一天王老板发现公司的核心客户一夜之间全部流失了，几个大订单同时取消，电话打过去，对方说我们已经跟别人签约了。再查下去，王老板脸色变了。小陈悄悄成立了一家新公司，把王老板10几年建立的客户关系全部带走了。不是一夜之间，是整整3年。王老板每次出差，小陈就在背后跟客户建立私人感情。王老板以为小陈是在帮他维护客户，其实小陈是在替自己铺路。王老板告上法庭，但小陈早就准备好了，所有的客户合约都是以小陈个人名义签的。
找不到任何违法把柄，官司打了2年，王老板输了，公司资金链断裂，宣告破产。破产那天，曾经围着他称兄道弟的人全部消失了。王老板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，看着桌上一叠没用的名片，他拿起手机想找一个人说说话，翻了很久，不知道该打给谁。这时候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小陈发来的一条消息：王老板，您教我的那句话我一直记着，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谢谢您的教导。王老板盯着这条消息很久没有动，他突然想起第一次对小陈说那句话的那个下午。那时候小陈刚进公司，坐在他对面，眼睛里全是崇拜。他拍着小陈的肩膀，意气风发地说：小陈跟我学，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他以为他在教小陈做生意，他不知道，他同时也在教小陈怎么对待他。他亲手把小陈养成了一把刀，然后那把刀插进了他的胸口。王老板后来找过我，他坐在我面前，头发白了一半，整个人像是缩小了一圈。他问我：老师，我哪里做错了？我看着他的手，看着那根又长又直的小指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王老板，你没有做错生意，你做错的事是你用做生意的方式对待了所有的人。他愣住了。我说：你身边所有人，你的员工，你的朋友，你的家人，在你眼里都是棋子，你算计他们，他们感受得到。你以为你藏得很好，但人心是最精准的仪器，他们跟着你是因为你有用，你一旦没用了，他们自然就走。这不是背叛，这是你亲手种下的因。王老板低着头，很久没有说话。最后他抬起头说：老师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输给小陈，是我儿子。上次回家，我们2个人坐在一起，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，各位听到了吗？他输掉的不是钱，是这一生所有真心对他的可能。易经说亢龙有悔，龙飞得太高就没有退路了。王老板的问题不是太聪明，是把所有的聪明都用在了往上飞，没有留一点给自己往下看，看看身边的人还在不在。小指长的朋友，我今天把话说清楚，小指长是老天爷给你的礼物。你天生聪明，天生有商业头脑，天生口才好，这是你今生的优势，好好用。但记住一件事，你的聪明用在事业上是财富，用在枕边人身上是伤害，用在朋友身上是孤立。你今生最重要的功课，不是怎么变得更聪明，而是学会在该糊涂的地方糊涂。难得糊涂，不是让你变笨，是让你知道有些地方赢了没有意义。老祖宗说：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把你的宽容和厚道留在家里，留在枕边人身上，在爱人面前装傻充愣，在朋友面前偶尔吃点小亏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，才是能保你晚年儿孙绕膝福泽绵长的正道。接下来说标准长度。这种人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老祖宗说他们身上藏着一种智慧，往往要到最危急的关头才会突然显现出来，让所有人都看傻了眼。你伸出手看一看，小指指尖是不是刚刚好平齐那条横纹，不多也不少。这种人平常看起来最不显山露水，不是最聪明的，不是最能说的，也不是最风光，但老祖宗说这种人有一个别人怎么学都学不来的本事。这个本事是什么？要到天塌下来的那一刻才看得出来。阿美姨是我认识多年的老街坊，在社区里开了一家家庭理发厅。她的手伸出来，那根小指不偏不倚，刚刚好齐平三观横纹
阿美姨的老公老吴跟着朋友去炒股做生意，那阵子老吴每天西装笔挺，出入高档餐厅，赚了不少钱，人就开始飘了。有一天晚上他回来，坐在餐桌前，把一张纸推到阿美姨面前，那是一份银行抵押申请书。老吴说，老婆，你每天在这边给人洗头剪发，站到腿酸才赚几个铜板，你看看人家一个月赚的比你一年还多。我一个朋友内线消息，这只股票稳赚，你把店收了，咱家这栋老房子拿去银行抵押，全部投进去，保证明年让你住阳明山的别墅。阿美姨低头看着那张申请书，没有说话。老吴继续说，你就知道保守，这辈子能翻身吗？你不是为了孩子吗？现在不拼什么时候拼？阿美姨把那张纸推回去，站起来回厨房洗碗去了。就这样，句话都没多说。老吴当时还在外面跟朋友嘲笑他，说我老婆就是个没见过世面，天生的劳碌命，不懂得享受。后来呢，遇到金融风暴，股市大崩盘，老吴不仅把赚的钱全赔光了，还欠了屁股债。那天晚上，老吴像只斗败的公鸡，坐在客厅里捶胸顿足，连寻死的心都有了。这时候，阿美姨从厨房端出一碗热腾腾的排骨汤放在桌上，然后从房间抽屉里拿出一本存折，平平静静地推到他面前。他说，你在外面折腾累了，跌倒了，只要这栋房子没抵押出去，我们一家人就没有流落街头。我这几年剪头发存的定存，够把你的债还清，还能供2个孩子读完大学。天塌下来，家里这口锅还有热汤喝。老吴看着那本存折，一个大男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那一刻他才明白，这些年他在外面呼风唤雨，家里这个女人一直是他最后的底。他嘲笑他保守，其实是他一直用保守在保护他。老吴从此彻底收了心，后来就在理发厅帮老婆扫地倒垃圾，端茶递水，把老婆当成救命恩人一样疼。到了晚年，有这样一个老伴互相搀扶，有这样一个避风港，这才叫福气。你别看他们年轻时候好像没经历过什么轰轰烈烈的浪漫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佛家说，福报是积出来的，不是抢出来的。标准小子的人，这一生不争不抢不造业，老天爷的账本上，他们的福报是一点一点慢慢累积的。到了晚年，那份厚重是那些年轻时候呼风唤雨的人怎么也换不来的。最后我们看三节指骨，很多人不知道小指的三节藏着你这个人最隐秘的性格密码，连你自己都不一定知道。好，现在把小指伸直，仔细看，是不是有3个关节被2条横纹隔开？从上到下，我们叫它第1节、第2节、第3节。这3节的长短比例，藏着3个不同的性格密码。你看看自己哪一节最长？先说第1节最长的人，我有个客户姓陈，是个卖保险的业务经理。他那个小指第1节长得特别饱满修长，老陈这人长得一般，但他只要一开口，那真是让人如沐春风。特别是那些太太客户，被他哄得心花怒放，业绩好得了。有一次，老陈的老婆来找我哭诉，说老陈要跟一个女客户合伙开公司，2人还要单独去外地考察项目。他说，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，就是心里不安。我一听，心里就明白了。我把老陈叫过来，指着他的小指跟他说，老陈，你看你这第1节，相学上说得很清楚，这一节最长的人表现力极强，观察力惊人，异性缘好得不得了。你以为你只是去谈生意，但你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注，绝佳的表达能力，孤男寡女走在路上，
你定力再好，也架不住那种磁场的互相纠缠。婚后有一条铁律，绝对不可以跟异性单独合伙做生意，更不能单独去旅行。老陈半信半疑，但还是把那个项目推了。结果没过半年，那个女客户因为经济诈骗被抓了，老陈逃过一劫，老婆也保住了。有些业你差一点就造下去了，老天爷给你留了一条路，你要珍惜。第一节最短的人刚好相反，表达能力弱，天生怕羞，人缘比较差。但这种人天真可爱，容易相信别人，同样要小心婚后千万别单独跟异性出去，因为你太单纯，别人几句甜言蜜语一轰，你脑子就发热了。再说第二节，我有一个换铁兄弟叫老赵，小指中间那一节短的几乎快没了。老赵对他老婆那是真的忠诚，但他老婆一提起他就气得直翻白眼。为什么呢？老赵老婆跟我说，30年前我们谈恋爱，他送了我一条红丝巾，30年了，情人节送红丝巾，我过生日送红丝巾，结婚纪念日还是送红丝巾。我家里抽屉塞了30多条一模一样的红丝巾，都能开展览了。我暗示他买个项链，买个包，他就像听不懂一样。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把丝巾扔到地上，他愣在那里，委屈地说：“你以前不是挺喜欢的吗？”女人真是善变。我听完忍不住笑了，但还没笑完，他又说了一句话。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问他：“你为什么每次都送红丝巾？”他想了很久才说：“因为你第一次收到的时候，眼睛是亮的。”我听完这句话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骂他死脑筋，但他记得你眼睛亮的那一刻，记了30年。这世上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件事？遇到这种人是福气，只是你要直接告诉他你想要什么，别让他猜，他真的猜不到。第二节最长的人，天生擅长照顾人，忍耐力极强，不容易离婚。好多医护人员都有这样的手指。最后说第3节最长的人，我认识一个姓林的朋友，最下面那一节特别长。他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去深山野林里钓鱼。他老婆以前管得严，周末非要他陪着逛街，不让他去钓鱼。结果老林在家里就像一头困兽，天天找茬吵架，家里鸡飞狗跳。后来他老婆来找我，我说：“你老公那是天生向往自由的命，你把他死死锁在裤腰带上，他非咬断绳子跑了不可。你放他去钓鱼，给他一点私人空间，他自己会回来的。”他老婆半信半疑的照做了。结果呢，老林每个周末高高兴兴去钓鱼，回来主动拖地做饭，把老婆当太后一样伺候。每次钓鱼回来都会带一条最大的鱼，亲手给老婆炖汤。他老婆后来跟我说，他不会说我爱你，但每次那锅汤端上来，我就知道他在说什么。人心里有些东西你压不住的，不如放他去，他自己会回来。第3节最短的人，个性内向，表达能力弱，受了委屈也不会开口。如果你的伴侣是这种手相，你要主动去跟他们沟通，多保护他们，因为他们不会说。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心里在想，我的小指又短又歪，学了这么多，难道就只能认命？当然不是。老祖宗从来不说死局，先天的主，后天可以调补。接下来我教你3招，不花大钱就能把流失的运势补回来。但我要先说清楚一件事，这3招老祖宗都有他的道理。我不是叫你迷信，我是叫你借助这个外在的形式，每天提醒自己调整你的心念。形式是手段，心念才是目的。第1招，留指甲补气。小指不够长，差那么一截，过不了3关怎么办？把小指的指甲留长一点，让指甲的尖端刚好达到或者略微超过
三关横纹的及格线，相学上叫做补气，把短缺的那部分晚年运势用指甲的灵气接续上。你想想看，指甲是你身体长出来的，是你气血的延伸，留长一点，就是在告诉老天爷，我这根小指还在生长，还在努力。但记住，留指甲要修剪得圆润干净，不能藏污纳垢。相学最讲究清透洁净，指甲里藏了黑泥细菌，那是会带衰的。只要留到刚好平齐那条线，干干净净就足够了。第二招，戴尾戒锁财。如果你不习惯留长指甲，或者做餐饮、做家事留指甲不方便，那就戴尾戒。手相的大拇指和小指跟我们的财富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。你在小指上戴上一枚尺寸合适的戒指，相学上叫锁财，把原本容易漏掉的钱财圈住。材质不用追求昂贵，简简单单一个银戒指或金戒指，打一个素面的就够了。男左女右，你每次低头看到这枚戒指，心里就有一个潜意识的提醒：谨言慎行，防小人，多长个心眼。第三招，捏手指养肾气。这一招不花1分钱，但效果最长远。每天晚上吃完饭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，伸出双手，用大拇指和食指去捏另一只手的小指，从指根一直捏到指尖，再轻轻地转一转，揉一揉，左右手交替着来。每天捏个10分钟，你揉捏小指，就是在按摩你的肾经，激发你体内的先天之本。时间长了，手脚会变得暖和，精神头也越来越好。老了不生病，能吃能睡能走动，这不就是天下最大的好风水吗？但我要告诉你，这3招都是术，是外在的修。接下来我说的才是道，才是真正能让你晚年福气绵长的根本。大学说修身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修身排在第一位，不是因为它最容易，而是因为它最根本。我今天跟你们说了这么多，小指长短、歪曲、3节指骨，说到底，这些都是老天爷发给你的一副牌，但这副牌怎么打，全靠你自己。先说积德补运，民间有句话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你对传统市场卖菜的阿婆多一个笑脸，你对家里那个老伴儿多一份包容，你对陌生人伸出的每一次援手，老天爷的账本一笔一笔都记着。佛家说，因果从不饶人，但因果也从不亏人。你种什么因，收什么果，老天爷从不记错账。你想想，今天我们说的那些人，林阿姨放了手，儿子才真正站起来了。老李不会说话，却用一辈子的行动守着老婆。最后老婆躺在病床上，反而是他们2个人感情最深的时刻。阿美姨守着一口老汤头，守着一本存折，守住了全家最后的根。他们的晚年为什么有福？不是因为手相好，是因为他们这一生心是干净的。你的小指再歪再短，但你这一生说善话，存善心，行善事，你的面相会慢慢改变，你的手相也会跟着转。这就是相由心生的真正含义，不是你的脸长成什么样，而是你的心念每天都在雕刻你的命运。见过很多人年轻时候手相极好，小指又长又直，天生一副富贵命，但因为心术不正，满脑子算计，对老人不孝，对伴侣不忠，老天爷随时能把这福气给收走。王老板就是最好的例子，手相那么好，最后一个人躺在病房里，看着窗外的落叶，连个来探望的人都没有。这就是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反过来，就算你的小指又短又歪，
先天就是个劳碌命。但你能做到存善心，说善话，行善事，老天爷的账本上，你的福报是一点一点在累积的。积德补运是第一层，更深的那一层是修身。什么叫修身？大学说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修身的起点是知止，知道什么是你应该要，什么是你不应该要。你的手相长成什么样，老天爷早就决定了，但你这个人修成什么样，是你自己的功课。每天问自己3个问题：我今天有没有对身边的人好一点？我今天有没有少说一句伤人的话？我今天有没有为别人着想？不需要去庙里烧香，不需要捐多少钱，就从最身边的人开始。从今天开始，那些真正修心的人，到了晚年，哪怕手指头长得再难看，他满脸都是慈祥的菩萨像，走到哪里都有人尊敬他，照顾他。晚年自然福泽绵长，到老不知何忧愁。这才是老祖宗说的最强、最能逆天改命的风水，不在手上，在祖坟上，而在你胸膛里跳动的那颗心。今天跟各位说了这么多，我们从这根小指头开始，讲了歪曲、偏短、过长、标准、长度，还有3节指骨里藏着的性格密码。每一种形态都有它的因果，都有它的智慧，都有它的解法。但说到最后，我想回到开场的那根小指。你的手相是老天爷给你的提示，但你这个人是你自己修出来的。佛家说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你心里种什么，晚年就收什么。善良是你这一生最好的风水，也是你留给子孙最值钱的传家。从今天开始，对你身边的人好一点，剩下的交给老天爷。